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21章。潜伏。斯坦格森小姐的举动令我大为震惊，但鲁莱塔比尔似乎对此毫不在意。回到他的房间后，他甚至没有提及我们刚才撞见的那一幕，便直接向我交代了当晚最后的指示。首先，我们要吃晚饭，饭后我必须去那个暗室，并在那里等待，无论需要多久。如果您比我先观察到什么，我的朋友解释道，您必须通知我。从您的位置，如果那人从横廊以外的其他路径进入直廊，您会比我先看到。要通知我，您只需拉动直廊窗户上那扇窗帘的拉绳，那扇窗户就在暗室的正对面。窗帘会自动落下，遮住窗户，先前那片明亮的方形光亮会立刻变成一片阴影，因为走廊是亮着的。要做到这一点，您只需从暗室里伸出手即可。从我的位置，我可以看到直廊所有窗户透出的方形光亮。当这个特定的光亮方块变暗时，我就会明白您的意思了。然后呢？然后您就会看见我出现在横廊与直廊的交叉口。那我该做什么？您就跟在那人后面，朝我跑过来。到那时我应该已经追上他，并且看清他的脸是否在我所划定的那个圆圈之内了。就是那个您用理性的正确一面画出来的圆圈吗？我带着一丝微笑说道。我不明白您为什么笑，但是，总之，趁着还有这片刻功夫，好好享受一下吧，因为我向您保证，过一会儿您就不会再有这种闲情逸致了。如果那人逃跑了呢？那更好，鲁莱塔比尔冷淡地说，我对他本人并无兴趣。是的，让他逃跑，让他顺着楼梯下到1楼的门厅，在您到达平台之前，我会让他逃跑。但前提是我必须先看清他的脸，这是我唯一需要的。看清他的脸之后，我自有办法让他对斯坦格森小姐而言如同死人一般，即使他还活着。因为如果我活捉了他，斯坦格森小姐和罗伯特·达尔扎克或许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而我非常重视他们的尊重，因为他们都是好人。您会明白，如果斯坦格森小姐在她父亲的杯子里下了安眠药，是为了让他今晚在自己与凶手谈话时不会醒来。那么，如果我把那个黄色房间和无法解释的走廊里的男人双手反绑，口无遮拦地带到他父亲面前，他对我的感激恐怕也有限得很。或许在无法解释的走廊那个夜晚，那人像变戏法一样消失，反倒是一种幸运。那天晚上，当我看到斯坦格森小姐在得知他逃脱后，脸上骤然焕发出光彩时，我就明白了这一点。那时我才明白，要拯救这位不幸的女士，并非必须抓住那个人，而是要设法让他闭嘴，无论用何种方式。但是杀死一个人，那可不是件小事，而且我与这一切毫无干系，除非他给我动手的理由。另一方面，要在女士不向我吐露任何秘密的情况下让她闭嘴，这首先就意味着要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猜出一切。谢天谢地，我的朋友，我猜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推理出来了。而我今晚只要求那个人把他那张脸作为必须进入的敏感印记呈现给我。进入那个圆圈，完全正确，而且他的脸不会让我感到惊讶。但我原以为您在那天晚上已经见过他的脸了。当时，是的，但看得不清楚。蜡烛在地上，而且还留着那么多胡子。难道他今晚不留胡子了吗？我相信我可以断言他会留，但今天走廊会被照亮，而且现在我知道了，或者至少我的大脑知道了，这样我的眼睛就能看清了。
如果只是为了看见他并让他逃跑，为什么要如此重装戒备呢？因为，亲爱的朋友，如果黄色房间和无法解释的走廊里的那个男人知道我知道的事情，他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所以必须自卫。您确定他今晚会来吗？就像您此刻身在此处一样确定。今天早上10点半，斯坦格森小姐准许护士们离开24小时，并且除了她亲爱的父亲之外，不愿任何人来照顾她。她的父亲将睡在书房里，并且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新任务。达尔扎克先生的离开，在我对他说过那些话之后，以及斯坦格森小姐为独处而采取的这些非同寻常的措施，让我对此毫不怀疑。达尔扎克所担心的那个凶手的到来，正是斯坦格森小姐一手安排的。太可怕了。是的。那么，我们看见他做的那些，是为了让他父亲睡着吗？是的。所以，对于今晚的事情，我们只有2个人。4个，门房和他的妻子，以防万一。我认为他们的监视在之前是没用的，但是门房在之后或许能帮上我的忙，如果必须杀死某人的话。您认为我们必须杀了他吗？如果他自寻死路，我们就杀了他。为什么不通知雅克爸爸？您今天不打算用他吗？不，鲁莱塔比尔用生硬的语气回答我。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因为迫切想了解鲁莱塔比尔内心深处的想法，我突然问他，为什么不通知亚瑟兰斯？他或许能给我们很大帮助。哎呀，行了，鲁莱塔比尔不耐烦地说，您难道想把所有人都卷进斯坦格森小姐的秘密里来吗？我们去吃晚饭吧，时间到了。今晚我们和弗雷德里克·拉尔桑一起吃晚饭，除非他还在紧追罗伯特·达尔扎克的踪迹，他简直是寸步不离。但这没关系，如果他现在不在这里，我肯定他今晚会在这里，我一定会好好捉弄他一番。这时，我们听到隔壁房间有动静。一定是他，鲁莱塔比尔说。一个问题，我想当我们和警探在一起时，对今晚的行动一字不提，对吗？当然，我们单独行动，风险自负。那么所有的荣耀都将归我们所有。鲁莱塔比尔笑着补充道。您说对了，我那脸颊丰满的朋友。我们和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在他的房间里共进晚餐。他告诉我们他刚到，并邀请我们与他同桌。晚餐在友好轻松的气氛中进行。我不难理解，他们2人都表现出的这种好心情，应该归因于他们都自认为掌握了真相。鲁莱塔比尔告诉大弗雷德，我是主动来看他的，他留我下来是为了帮助他完成一项重要的撰稿工作。他必须在当晚交给《时代报》。他说，我必须乘坐晚上11点的火车返回巴黎，带着他的原稿。那是一种连载小说，阐述了格兰迪耶谜案的主要情节。拉尔桑听到这个解释时笑了笑，像一只老奸巨猾的猫，不会轻易上当，但出于礼貌，他克制着不对与己无关的事情发表任何评论。拉尔桑和鲁莱塔比尔在言语甚至语调上都极其谨慎地谈论了亚瑟 ·W. 兰斯在城堡里的出现，以及他在美国的过往。他们本希望能了解得更清楚一些，至少是关于他与斯坦格森一家交往的那部分。在某个时刻，拉尔桑，他突然看起来有些不适，吃力地说道：“鲁莱塔比尔先生，我想我们在格兰迪耶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而且我看，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再睡很多个晚上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拉尔桑先生。那么，您认为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吗，我的朋友？的确，
我认为他已经了结了，而且他再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教给我们了。鲁莱塔比尔回答说。您找到罪犯了吗？拉尔桑问道。那您呢？我找到了。我也找到了，鲁莱塔比尔说。会是同一个人吗？我不这么认为，除非您改变了主意，这位年轻的记者说。他充满信心地补充道。达尔扎克先生是一个诚实的人。您确定吗？好吧，我则确信，恰恰相反。那么，这是一场较量啊。是的，一场较量，而且我会胜过您的，拉尔桑先生。年轻人真是无所畏惧啊，大弗雷德笑着说完，并和我握了握手。鲁莱塔比尔像回声一样回答：无所畏惧。但突然，拉尔桑站起身来，正要和我们道晚安，却双手捂住胸口，摇晃了一下。他不得不靠在鲁莱塔比尔身上，才没有摔倒。他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哦，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我被下毒了吗？他用迷茫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问他怎么了，但他已经无法回答。他瘫倒在一张扶手椅上。我们无法让他说出一个字。我们非常不安，既为警探担心，也为我们自己担心，因为我们都吃了同样的东西。我们对他关怀备至。他似乎没有痛苦，但他的头沉重地耷拉在肩膀上，下垂的眼睑遮住了他的目光。鲁莱塔比尔俯身在他的胸前，听了听他的心跳。当他直起身子时，我的朋友脸上的表情与片刻前我见他时的激动不安判若两人，此刻竟是异常的平静。他对我说：他已经睡着了。他关上拉尔桑房间的门后，把我拉到了他的房间。是安眠药吗？我问道。难道斯坦格森小姐今晚想让所有人都睡着吗？也许吧，鲁莱塔比尔心不在焉地回答。那我们呢？谁能保证我们没有服下同样的安眠药？您感到不适吗？鲁莱塔比尔冷静地问我。一点也不。您想睡觉吗？丝毫不想。好吧，我的朋友，抽这支上好的雪茄吧。他给了我一支达尔扎克先生送给他的优质哈瓦那雪茄。至于他自己，则点燃了他那支从不离身的烟斗。我们就这样待在房间里直到10点，一言不发。鲁莱塔比尔陷在扶手椅里，不停地抽着烟，眉头紧锁，目光茫然。10点钟，他脱了鞋，向我示意。我明白，我也必须脱掉鞋子。当我们都只穿着袜子时，鲁莱塔比尔低声说道：我与其说是听到，不如说是猜到了那些话。手枪。我从夹克的口袋里掏出手枪。上膛，他继续说。我上了膛。然后他走向房间的门，极其小心地打开了它。门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我们走到走廊里，鲁莱塔比尔向我示意。我明白我应该去那个暗室就位了。我正要离开他，鲁莱塔比尔却追上我，拥抱了我一下。然后我看到他同样小心翼翼地回到了他的房间。我对那个拥抱感到有些奇怪，也有些不安。我到达了直廊，顺利地走过。我穿过平台，继续沿着左翼的走廊走到那个暗室。在进入之前，我仔细看了看窗帘的拉绳。的确，我只需拉一下它，那厚重的窗帘就会猛地落下，遮住鲁莱塔比尔的视线，挡住那个光亮的方块。这是约定的信号。一阵脚步声使我在亚瑟兰斯的门前停了下来。这么说，他还未睡。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他并没有和斯坦格森先生及其女儿共进晚餐。
至少，当我察觉到斯坦格森小姐的举动时，我没有在餐桌上看见她。我退回到暗室，那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点。我能看见整个走廊，那里被照得如同白昼。显然，任何事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但是会发生什么呢？或许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鲁莱塔·比尔那个拥抱再次令人不安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只有在重大的场合，或者当朋友们将要面临巨大危险时，才会那样拥抱。那么，我是否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的拳头紧紧地握着手枪的枪柄，我等待着。我不是英雄，但也不是懦夫。我等了大约1个小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外面大约晚上9点开始猛烈下起的雨，现在已经停了。我的朋友曾告诉我，可能要到午夜或凌晨1点才会发生什么事情。然而，还不到11点半，亚瑟兰斯房间的门就打开了。我听到了门轴微弱的吱呀声，似乎有人从里面极其小心地推着门。门保持敞开了一会儿，我觉得那段时间非常漫长。由于门是向外开的，我既看不见房间里面发生了什么，也看不见门后发生了什么。就在那时，我从公园的方向第3次听到了那种奇怪的叫声。先前我并没有太在意，只当是夜猫在屋顶上游荡的叫声。但那第3次的叫声是如此纯粹而特别，使我想起了我曾听说的关于上帝的小动物的叫声。当我意识到这些叫声伴随着格兰迪耶发生的所有离奇事件时，我不禁感到一阵寒意。我立刻看见，在门的另一边出现了一个男人，他又把门关上了。起初，我无法认出他，因为他背对着我，正弯腰对着一个相当笨重的包裹。那人关上门，拿起包裹后，转向暗室的方向，然后我才看清他是谁。此刻从亚瑟兰斯房间里出来的人，正是那个坎林人，是那个穿绿色衣服的男人。他穿着和我第1天到达格兰迪耶时，在堡垒客栈前路上看见他时一样的衣服，也是那天早上我和鲁莱塔·比尔离开城堡时遇到的他穿的那套。毫无疑问，是那个看林人。我觉得他看起来很不一样，他的脸上似乎带着几分焦虑。当听到上帝的小动物又一声尖叫时，他把包裹放在地上，走到了走廊的第2扇窗户旁。我没有动，因为我害怕暴露自己的存在。看林人把额头贴在玻璃上，观察着外面。他在那里待了半分钟。夜晚时而晴朗，被一轮皎洁的明月照亮，但月亮很快又消失在乌云之后。那个穿绿色衣服的男人连续2次举起双臂，做着一些我不明白的手势。然后他离开窗户，拿起包裹，沿着走廊向平台走去。鲁莱塔·比尔曾对我说，当您看到什么时，就拉一下绳子。我确实看到了一些东西。这是鲁莱塔·比尔所期望的吗？那不是我的事，我只需要执行交给我的命令。我拉了一下绳子，我的心跳得飞快。那人到达了平台，但令我大为错愕的是，当我期望看到他沿着右翼的走廊继续前进时，却看见他走下了通往门厅的楼梯。该怎么办？我傻傻地看着那散落在窗户上的厚重窗帘。我已经发出了信号，但我没有看见鲁莱塔·比尔出现在走廊的交叉口。没有人来，没有人出现。我很困惑。过去了半个小时，我觉得像1个世纪那么漫长。即使我现在看见什么，又该怎么办呢？我已经发出了信号，我不能再发出第2次了。另一方面，此刻冒险进入走廊，可能会打乱鲁莱塔·比尔的所有计划。毕竟，我没有什么可自责的。如果发生了我的朋友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他才是唯一的责任人。既然我在这里再也帮不上他什么忙了，我便决定孤注一掷。我离开了那个小房间，仍然只穿着袜子，
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同时倾听着周围的寂静。我走向了横廊，那里空无一人。我走向鲁莱塔比尔房间的门，我听了听，什么也没有。我非常轻地敲了敲门，还是什么也没有。我转动门把手，门开了。鲁莱塔比尔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